你让喜欢你的校花苦苦等了你10年的时间，她从懵懂的少女变成了事业有成的女总裁，而你却还是当初的少年模样。10年前你们高中毕业，青涩的你许下俗套的诺言，你说你会喜欢她一辈子，一定会给她幸福，而她也红着脸答应与你私定终身。结果第二天，你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彻底消失在她的视线。之后的5年里，她都在发了疯似的找你，可你却始终没有出现在她的眼前，因为你在当年表白后的第二天，就意外穿越到了10年后。这对你来说只是昨天和今天，可在外界人眼中，你却是消失了整整10年。此刻，你用力捏了捏自己的脸，终于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你在2010年6月8号高考完晚上，去喜欢的姑娘家楼下超市里买东西时，摔了一跤后，直接从2010年来到了2021年。你看着身边的场景，早已不复当年模样。你下意识朝着回家的路走，找回去的路并不容易，因为路上变化太多。你找到家的时候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其实已经不算家了。老房子不知多年前被拆迁，这里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园。你又去了杂货店，拨通了老爹的电话，可你的便宜老爹还是那么不靠谱，10年前就总是打不通的电话，10年后更是变成了空号。杂货店的老板忽然扶了扶眼镜，满眼惊讶的抬头：“小郭，你是张叔？”你迟疑了一会儿，没想到10年后，这家杂货店老板还是原来的大叔。原先那个精神抖擞的大叔，也变得半头花白了。张叔，我爸回来过吗？你爸一直找你找不到，据说后面好像出国了，还带着一个女人。大叔满眼不可置信的下意识说：“当时还有一个姑娘，也总在我这儿问，好像就是你们那高中的，问了有好些年，一个姑娘。”你猛然一滞，下一刻像是触电般，接着问：“是不是一个瓜子脸、长头发的女孩？”好像是她。问了多少年？大概到15年吧。后面这地儿就拆成了公园，我也没见过她了。她问什么？一直都在问你上哪儿去了，问我见过你吗？张叔喝了2两酒，我当时就一直在想，她到底是你谁啊？怎么搞的？比你爸找你还勤快。然而，当张叔再抬起头时，就发现眼前18岁的小孩忽然不见了。此刻，你正奋尽全力地往前奔跑，你又想起了那个在你面前总是嘻嘻哈哈的女孩。如果自己才发誓要保护她一辈子，第二天就玩失踪，她会不会很伤心？可没跑一会儿，我又迷路了，因为这10年的路况变化十分巨大，我根本找不到该怎么去她家了。但此时我的脑海中又响起了她的声音：“顾依玲，我会一直相信你的。”这也使你再次充满了干劲。终于在日暮的时候，你通过无数次问路，再加上对这个城市遗弃的熟悉感，终于找到了她的家。此刻你鼓起勇气，按照记忆里的位置，一步步登上了老房子的楼梯。可随着家门打开，出现在你目光中的却不是那个女孩，而是一位老婆婆。从老婆婆口中得知，她早就搬走了，但她后来却回来过好几次，并且还问她见没见过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来找她。听闻你再次失望的从老房子走了出来，一个人失了魂一样走在马路上，看了看桥洞下睡着的流浪汉，正万念俱灰的心想，要不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和他们大伙去凑凑热闹。然而不知从哪里听见一声大家好，使你丢掉的3魂7魄忽然间重新附体，下巴被烫着了一样，猛然抬头，近乎条件反射般竖起了耳朵。那个声音，你瞬间反应过来，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对面商场上挂着大的吓人的屏幕，正在播放节目。只见主持人正在采访世美集团最年轻的女总裁林晓。见状，你只觉得脑袋一震。小小，你完全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再见10年后的她。随即你立马在心里记下了一切有关她的信息。世美集团年轻漂亮，但记到了最后的女总裁，你深深呼了口气，原来她已经变得那么厉害了吗？然而这时大屏幕里的主持人继续问道：“像您这样漂亮的女孩，中学时就应该有不少男孩追求吧？那您会早恋吗？”林晓翘腿坐在沙发上，罕见的犹豫一会儿，却灿然笑了出来。很遗憾，没有人追求，更不会早恋。只有你知道，他说了假话，因为就在昨天，他还口口声声的说着喜欢你。不过那也是10年前了。随后你趁包里还有跟着穿越来的50块钱，立马在附近找了一家网吧，紧接着就在网上找到了林晓的信息。就在你翻阅着他的各种名人事件时，你忽然怔住了，不禁心头狂跳，因为你看见他的人物关系图，丈夫奈兰是空着的，不知道是工作人员忘了填，还是本来就还没有。可不知道为何，这让你有些暗暗窃喜。好在下边有他的公开邮箱，于是你心里微微一动，点了进去。犹豫好一会儿，以匿名的方式发送了一封邮件给他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偌大的房间之中，林晓疲倦地靠在床头，揉了揉太阳穴。为什么这几天林晓总会有这种奇怪的直觉？也是10年里头一遭出现这样的感觉，总感觉会有什么人即将要出现一般。忽然手机亮了亮，是一封邮件送了进来。这种公开邮箱的信件，林晓一般是不会看，因为里面各种垃圾邮件都有。可他今天心里忽然有点很奇特的感觉，点进了最新的一封匿名邮件，内容很简单：你有喜欢过的人吗？现在还喜欢吗？那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喂，小顾啊，你刚从网吧出来不久，听见远方忽然传来了招呼的声音。张叔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真是小顾吗？只见张叔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找了你老大半天。当年你爸走的时候，叫我如果看到了你的话，可记得把你拦下来。你老爸那时留了一个信封，有张卡，里面有一笔钱，叫我看到你的话就拿给你。这些年我一直放在保险柜里，都10年了，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张叔又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你爸讲那里面有他国外的地址，
你用这笔钱安顿好这边的事情，然后就坐飞机去找他。你轻轻哦了一声，看来老爹这会儿终于挣到大钱了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你知道10年过去，老爹在国外也有自己的新家庭了吧？来到张叔家里，我一边想着，一边观察着杂货铺里的模样。那些摆设，房间的位置一点都没变，就连那台洗衣机还是10年前的。你无意中看见了一个锈蚀小盒子，你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手指扫过上面堆满的灰尘，打开盒子，里面折满了一颗颗5颜6色的星星，摆得整整齐齐。张叔，这个盒子是从哪里来的？哎呀，张叔忽然眼睛一亮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盒子就是当时那个和你早恋的小姑娘丢的。那天你家那栋楼刚刚被推倒，她就把这个装满小星星的铁盒子扔进了废墟里。算算日子，应该有7、8年了吧。你蓦然回过头，死死盯着张叔。他怎么样了？张叔皱着眉头，我印象里那个女孩大概是很伤心的，当时我一直劝她，喊她别丢，那么漂亮的盒子里面叠了那么多星星，肯定是很重要的人送的，丢了真可惜。可姑娘当时很决然，说什么都不肯听，但我真觉得可惜，只好在她扔了之后先把盒子带回来了。只是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再也没见过她，这个盒子就一直保留在我这儿。要不是你今天忽然提起，我也早忘了。是我送给他的。仿佛冥冥中有什么注定般的，我低声喃喃道，思绪回到2009年的1月1日，高中的大槐树旁边，正有好多学生打闹着。林晓，新的一年快乐！今天是我们1周年纪念日，送给你，里面折了366颗星星。希望新的一年366天里，你每天都能像里面的星星一样闪亮。你笨死了，不会数数啊？为什么366天你折366颗星星？因为还有一颗是我，代表今后你的生活里每一天都会有我。男生坏坏的笑，女孩开心的收下了，还说从今天开始会十分认真保管它每一天，因为里面有一颗星星是你啊，所以永远都不会把它弄丢。2021年漆黑的老楼里，你透过昏暗的灯光望着那个锈了好久的铁盒，它好破好旧，以至于让人觉得轻轻一掰它就会碎裂。你发现里面有几张皱巴巴、早已发黄的纸条，刚发誓第2天就玩失踪，你完了，我要把你扔掉，真的要扔掉了，再也不见。晚上的时候，你借用了张叔家的电脑，因为你实在是想看看匿名邮箱里是否收到回信。虽然你也觉得自己刚刚真脑残，而这台电脑也一直没换过，是10年前的。打开熟悉的 XP 系统，上手很快。虽然电脑已经十分卡顿，但勉强能用。你颤抖着点击鼠标，切进了邮箱页面，顿时惊喜万分。那个图标真的闪烁了起来，你立马点开。你猜啊，胆小鬼，想知道答案就堂堂正正当我面问。我靠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瞬间满脸冒汗，不会真的被认出来了吧？不管了，必须去见他了。你忽然站了起来，下定决心。第2天你一早起了，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镜子照了照，不停地洗脸理头发。你找张叔借了一部旧手机，导航定位到林晓公司的楼下。临走前，你把那个纸星星的铁盒装进挎包里，然后打了一辆车便出发了。途中你又觉得自己的样子有些幼稚，于是你先是去理发店剪了一个成熟的发型，然后又去西装店换了一身帅气西装。你很自然想到一首歌，他已经穿上了一身帅气西装，也笨拙地系上了红色领带。等见他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比想象更美吧。然而你前一步刚刚踏出商场，下一刻就听见背后有惊叫的声音发出。小偷有小偷，抓小偷啊！硕大的商场里也同时传来汹涌的呼喊声。你目光一凝，这时刚好有个人影慌张的从你身边擦肩而过，你下意识往前去抓，刚刚够住了那个小偷的衣角，手指却被猛地一下甩开。你扭过头，却发现一个10来岁的女生站在路边哇哇哭了起来。手机和钱包都不在包里，但里面有男朋友送我的一个礼物，这是他送我的最后一件东西了，为什么也搞丢了？你忽似从女孩身上看到了某个人的影子，你几乎没过脑子就往混混逃走的方向冲了出去，一直穿进一条小巷子里，四周都堆着木板货箱。混混吃了一惊，回头看着这个从后面疯跑过来的小子，从袖子里抽出了把小刀。兄弟，刚出学校的吧，跑得倒挺利索，把他的东西给我，不然我要报警了。你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冲出去，但想到从你消失不见的那一刻起，林晓也会一样伤心吧。小子，你是他谁啊？谁也不是，不是你多管什么闲事，滚蛋！话落上来，就在你肩上推了一把，你也因为惯性退后一步，猛地反应过来，想也没想上去，一把抓住混混的手，伸出手去抢混混手里的包。混混显然吃了一惊，小子，你有病吧？这件事和你有毛线关系？随即你们扭打在了一起，一时间很难分出胜负。混混被激怒了，下意识拔出了小刀，你忽然一滞，瞬间感到胳膊上像被一道电流闪过，是混混用刀子划开我上臂的西装，甚至深入了2分血肉，现在已经流血了。混混也怕事情闹大，小子有血性，不就是这个包吗？给你了。混混把包包丢到了你面前，说完以后就跑远了。你撑着地面，
疲惫的用目光扫了扫那个女孩的包包，又下意识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崭新而漂亮的西装，已经脏得不成样子，而且袖口也被割开一条口子，滴着鲜红的血迹。见状，你自嘲的讪笑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你把脏透了的西装从身上脱下来，扣在了露出的胳膊上，正好挡住上面的伤口，然后一步步往巷子外面走。后来丢包的女孩也追了上来，嘴上一直念着谢谢和对不起。你把包包还给了她，没说什么。你走到红灯的路口，突然感觉好迷茫。本来在见她之前准备梳好帅气的发型，再穿上一套漂亮的西装，结果都搞砸了。正当你胡思乱想时，你的步伐却忽然一滞，目光蓦然卡带了似的，一点点的僵硬。因为就在你抬头的瞬间，那个你最想见的人，竟正好从河的对面经过。虽然他的样貌已与10年前已经不全相近，可你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此刻你的大脑瞬间空白，也不管发型和西装有多脏多乱，只顾着向他的身影奋力奔跑。林晓，你竭尽心力想要喊出来，可喉咙却忽然像哑了一样，竟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，只能注视着他从河对面走过。一瞬间，你焦急万分。所幸的是，下一刻他也看见你了，可张开喉咙的你依然没能发出声音，但素面朝天的脸上却乍的挤出了极度兴奋的笑容。没有提前准备好的西装，没有装成大人一样成熟的背头，仅仅穿着一件土得掉牙的背心，你没有设想过会在此刻遇见他。在这样狼狈而匆忙的路口，在河对岸，他原先似乎要视若无睹般洒脱地走开，但经过柳树下一直是荡着的枝条时，最终还是回过头注视着你，缓缓流了泪。他难以区分一切是幻是真，但是勉力控制自己的步伐。尽管他现在太想冲到那张脸的面前，看看是否与记忆里的一模一样，但理智却告诉他不可能是。10年过去了，那个人就算回来，也不可能还是记忆里的样子。对岸只是一个长相差不多的男孩罢了，而他现在也得走了，必须走了。他很久以前就决定好了，与过去彻底决裂了，他要开始崭新的生活。林晓最后看了河对岸一眼，渐渐把眼神收了回来，用力往远方迈出一步，就像再也不会回头的模样。对岸的你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过了几秒钟后，你开始从包里迅速拿出那个你曾送给他又被他抛弃，可又被你再一次找回的装满星星的小铁盒。你把这个满是铁锈的盒子高高举到了眼前，然后当着他的面轻轻挥动了起来。对岸的人下意识回头看，在看到铁盒的一瞬间，他原本平淡的眼神却是猛然一震，他慌忙停下脚步，嘴巴情不自禁地张开，发出了微不可察的啜声。林晓，你终于扯破喉咙大声喊：林晓，是你吗？是你，你就说一声话，你别再往前走了。是我呀，我是顾依玲，还是那个顾依玲，你认识的顾依玲。你举起铁盒，不停地大声喊。闻言，林晓急剧颤抖了起来，强忍着身子不动，瞪大了眼睛看向对面。这一刻仿佛梦幻里的一幕，而河对岸的你却急得像无头苍蝇一样，想着直接从河里游过去找他。然而在此刻，河对岸的他终于对我发出了声音：你别游过来，如果你真是顾依玲的话，顾依玲就是一只旱鸭子，一点都不会水，这里的水很深。他止不住地啜泣着说。河对岸，你不知为何忽然高兴到了极点，发抖的手指指向自己。林晓，你在喊我吗？你认出来我了吗？是我顾依玲，我回来找你了，你等我呀，你千万不要走啊。随即你用尽全力朝着桥那边跑去，生怕林晓走了。你一闷气跑到了河对面，看见那道记忆犹新的身影离自己越来越近，你不断喘着粗气跑着，终于看到他站在不远的地方，呼吸仿佛就在一瞬间平静了下来。不知为何，四周忽然变得好安静，连风似乎都消失了。你看着他，下意识用手刨了刨垂到眼角的头发，然后摸了摸打湿的眼睛，傻呵呵地笑了出来。刚好在不远的地方，林晓正对你站着，也用目光打量着这个男孩，眼眶里尚有些湿润，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，嘴角上若有若无地弯出了一丝欢喜的笑意。你不知道现在该把双手放在哪里，好像放哪里都显得多余的样子，只好时而扣一扣裤包，时而脑毛脑门，就一直欢喜地看着他。他的变化可真大呀，好像都快要不认识他了。你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林晓，仿佛阔别已久，感到陌生又熟悉，心慌又喜欢。本来有很多话想说，可一瞬之际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从何说起？林晓粗皱着眉，不自觉地抽了抽鼻子。顾依玲，是我呀。你憨厚地笑了。顾依玲，你在叫我吗？你想要往前走，变得离他近一些。顾依玲，他轻声道。他又重复叫了一遍你的名字，忽然释怀地笑了，仔细瞧着眼前这个看上去不太光鲜的少年。你瘦了。他踌躇了好久，本来有好多想问的问题，却什么也没问。是吗？你也是，时间可真快啊。你身上怎么回事？和别人打架了？我是为了帮助别人才打架的。你想在他面前表现自己见义勇为、好青年的一面，不自觉地挺了挺胸。帮助谁啊？林晓歪着头问。就一小女生，没事，都小问题。一小女生正好在这个时候，挂在肩膀的破西服由于被抖了一下，从你身上滑落下来，露出其肩上一大片刀伤，乍一看像一条狰狞的红色长虫。
你和谁打架了？怎么弄成这样的？没等你反应过来，一只温暖的掌心忽然抓住了你的手腕，拉着你往前走。一股极好闻的清幽香味传来，甚至能感觉到它温热的体温，让你砰砰的心跳一直加快。就一混混抢了一个女孩的包，我帮他抢回来，挨了一刀。你余光扫到了他的脸颊，局促的解释，整张脸忽然就发起烫来。你跟我走。你一脸受宠若惊。对了，去哪儿呀？你心里微微一动，一下子色胆包天的顺着他的手腕上去，握了握他的手。林晓似乎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松开手，脸色微微有些潮红。别废话，去医院。医院里很快就开好药，有些内服的，但大多都是跌打损伤的外擦药。林晓从药房拿好了药，你觉察到林晓朝自己走来了，本来疼得直扭身子骨，突然就挺了挺肩膀，目光平视远方，装得无事发生。好了，别逞能了，这服是内服的，早晚一次，一次2颗，还有这些是外用的。你盯着他有些失神。知道了。对了，这些多少钱呢320。你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裤包，虽然刚刚取了不少现金，但剪发加上买了一套小西服后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先欠着吧，以后再给。林晓随意地往前走，这时医院外面的天已经黑了。那谢谢了，等我有钱了就还给你。我知道的，现在微信支付很方便，到时候我直接转给你就行了。要不我加你个微信？你趁机脱口而出，加微信是你才学会不久的。没事，以后别打架了。林晓又走了一会儿，直到走出医院门口，他转过头，从包里拿出手机，扫扫吧。真的吗？可以吗？你顿时眼神一亮。不是你说以后要把药钱转给我吗？不加，我怎么转？林晓回头看了你一眼，原本冷漠淡然的目光注视你脸颊的一刻微微一顿，出现了一丝明显的颤抖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然而此刻你正低头摆弄着手机，没注意到他的眼神。不！”你慌忙举起了手机。此时远在纽约，这里与南城相隔1个半球的距离，有13个小时的时差。时代广场周围，一座豪华酒店总统套房里传出了摩登女郎多姿多彩的嬉闹声。然而下一刻，所有笑声却是戛然而止。一个穿着睡衣的中年大叔揉了揉乱蓬蓬的头发，匆忙从卧室里走了出来。顾董，您怎么了？是昨晚哪有不舒服了吗？才几点呢？您就要走了？那张卡有变动了。大叔睡眼惺忪的眼睛忽然亮出了强烈的光彩，狂喜地转过头，迫不及待向所有人分享他的喜悦。什么动了？女郎疑惑，说明我儿子回来了，他刷了我的卡呀，刷了我的卡呀。大叔欣喜若狂地重复了2遍，然后急匆匆地拨打了秘书的电话，马上安排到南城的飞机。我要回去看儿子了，这是同样隔着1个半球的南城，晚上8点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你现在住哪儿？一路没开口的林晓终于又说话了。我吗？我暂时住在一个邻居大叔的家里，我家被拆了，现在没家。你要记得按时吃药，有内服的，也有外用的。如果用手够不到位，可以让邻居大叔帮你擦一下。林晓有点疑惑，不过没有多问。上车吧。你看着身侧停着的是一辆星空色的保时捷，而林晓已经啪的一声坐进了驾驶位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拉开副驾驶车门。林晓发动了汽车，在汽车嗡嗡的发动声中轻声嬉笑道：“你可一点变化都没有，就像假的一样。什么假的一样？”你没听太清，揉了揉耳朵。林晓也没接下去，他一边开车眉头微蹙。路线你确定说对了吗？有错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导航，现在导航很方便的。其实你勉强能认得路，你真的不是故意乱说的。你无意中指了反方向，就是想和他多待一会儿。而这一刻，林晓已经把轿车停在路边，转过头无声地注视了你一会儿。你就像刚刚才从学校门口走出来，如果穿上校服，就和高3学生没什么两样。他想过万千种你以后的样子，似乎唯独没考虑过这一种。他似乎有些错愕，为什么你一成不变，可终究是忍住了问你的想法，害怕多问一句话，梦境就破碎了。你在那个邻居大叔家住了多久？林晓换了种方式问，就昨天一晚上。然而正在这时，张叔打来了电话，你没关免提。张叔打进来第一句话就是：小顾啊，你今儿一早就说要去找那个喜欢的姑娘家，找到了没有吗？你被吓了一跳，连忙关掉免提，心虚的看了林晓一眼。好在林晓神色似乎没有什么变化。喂，张叔，我要回来了，你在家吗？你是一个人吗？电话那头问。你抬头看了林晓一眼。还有他，我找到他了，现在我们2个人，他开车送我回来，你们都在一起了呀。哎呀，恐怕今天要不得了。怎么了？你觉得张叔的声音有点支支吾吾。我忘了跟你说，今天我和你王嫂出去旅游了，那么晚了，你就别回来了。旅游？闻言你愕然瞪大了眼睛。此刻林晓眼神微微一动，怎么了？你悲痛欲绝的捂脸，好像今晚暂时没地方回去了。张叔去旅游了，要不你就在这里放我下来，我看能不能到哪个桥下和丐帮大哥撮合一晚上，又不是没地方住。林晓不易觉察的翻白眼，再次发动了汽车。你稍稍一惊，去哪儿？去我家。林晓随口说，不愿意吗？不，当然愿意了，谢谢你林晓。顾一玲，我还以为你不记得我名字了呢。晚上8点40分，街上的汽车还很多。
保时捷停在了一个小区地下室里，你看着林晓拔出了车钥匙，到了我现在住这里。下车吧。一路没再开口的林晓带着你登上一栋楼的电梯，一直到27层。你时不时的偷看他。林晓走到屋子的门前，啪的一声，门自动开了。现在开门都不用钥匙了吗？你一脸愕然。林晓感到有些奇怪，有点客气的说：“我在门上装了人脸识别，可以不用钥匙。人脸识别？哦，现在的手机上也有。”你站在门外，一时间看着林晓的身影有些踌躇。林晓给你一双拖鞋换上，抬头看你，忽然觉得好笑，愣着干什么？你进来啊！你走进屋子里，还是显得有点蹑手蹑脚。他的房子特别大，就是太大，显得空旷，各式各样的家具对你来说有些陌生。两人相对无言，好在林晓及时打破了别扭，低下头看着你胳膊上的伤口。你身上全是伤，要不先去把药擦了吧？你连忙点头答应，像是得到了特赦般，紧紧跟在他的后面。给你温水，你先吃药。你接过纸杯，合着药丸吞下去。转身，林晓忽然说，你一愣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我给你手上擦下药。林晓指了指床尾，又用目光示意一下，让你在那里坐下来等自己。然后他自己轻无声息地蹲在了你背后，把左手手臂抬起来一些。随着他的指令，你们很快地处理完了手臂的伤口。你不饿吗？从医院开始一直忙到现在，晚上还没吃饭。好像还真是的。你挠挠头，其实你一直都知道肚子在强烈反抗，只是他不说，你也不敢问。随即你脸上露出一抹喜色，心想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。我去冰箱看看。不用多说什么，晚上的饭我来弄。你信誓旦旦道。终于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冰箱是双开门的，一边冷冻室，一边冷藏室。你虽然从10年前来的，但这些还是能分清楚。踌躇了半晌，你很认真地推开冰箱门，打开冰箱，里面只有一纸盒包装的酸奶，上面印着一只橙黄色的维尼熊图片。这时，林晓正好从卧室里出来，讪笑道：“刚才话说一半，你就出去吧，我家冰箱里什么都没有。”你明天早上喝的还是今天晚上喝？你沉默了一会儿，指了指冰箱里的酸奶。一般是早上喝的，不过会忘记。林晓随口一说，低下头不知在手机上点着什么。还是谢谢你的心意了。那你晚上吃什么？不仅今天晚上，是每天晚上，还有每天中午早上。你现在是在担心我吗？顾意林。虽然冰箱里总是没有菜，但楼下有很多外卖店，我经常点，怎么可能饿着自己？放心吧，也不会饿着你的。你想吃什么？尽管说，我们点外卖好了。我都可以。你关上冰箱，犹豫了很久。问以前学校外面那家烤鸭店还在吗？杨氏烤鸭店。林晓闭了一会眼睛。那时候我们钱都不多，总喜欢星期五的时候去，因为那家店星期五学生半价。是啊，似乎都已经过去好久了。他可能也不在了吧。似乎没留意你的话，林晓继续翻着手机。有冒烤鸭、香酥排骨、锅巴肉片，我记得他家的甜烧白也还挺好吃的。你吃什么？当你惊讶地说，他还在吗？那家烤鸭店翻到了他家的外卖，不知道有没有换老板，但是店名也没有变。林晓把手机指给你看，你心里忽然一阵火热，有些难言的感动与欣喜。原来一切都没变，一切都还在。你猛然回过神来，下意识地看着他的眼睛。要不还是点一份中份的冒鸭子，3两锅巴肉片，再加甜烧白。我还是喜欢吃凉拌白肉，一直没变过，也点一份吧。如果你还可以的话。可以啊，林晓答应得很爽快。中份冒鸭子，3两锅巴肉片。林晓一边在手机上勾菜，一边轻轻地复述了一遍，眼中似乎有些微不可见的闪烁，似乎也回忆起了什么。没多久外卖就送来了，还真的有人送到了门口。你从房间里伸出头看了一眼，那个穿着黄色工作服的，应该就是外卖员了吧？您是第一次点外卖吧？这附近我经常送，头一回送您家的。外卖员边笑边把外卖递进来，林晓脸上的笑容变得有点生硬，接过外卖一边礼貌笑着，一边就想要关门。外卖员很好心，趁着门还没关紧，大声提醒：“您是新用户，下次点外卖的时候记得要领券了，新用户很划算的。”林晓往回看，好像才装完被子，正好从房间里出来，似乎没有听见。不过林晓很快重新收拾好了状态，把外卖提到了餐桌上。顾意林，你过来收一下桌子，我去厨房拿盘子。哦，好。你受宠若惊的一路小跑过去，后来林晓还拿了一瓶红酒出来。你喝酒吗？林晓一边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，一边抬头看了你一眼。你第一次见他的这种表情，那样的目光很难说明其中的意味。灯光下令人觉得疏离难及，却又性感的令人觉得跃跃欲试。也给我一杯吧。你忽然着迷了般，想要陪他尽兴。好久都没吃过这些东西了。冒烤鸭闻起来很香啊。林晓眼睛闪烁着，试试看吧。你偷偷看着他，随即林晓端起了酒杯，深深地喝了起来。一口未尽，又是一口。你不知所谓地看着他，有点震惊，下意识抓了抓自己酒杯的杯把。喝一口，你经常喝呀？有事今天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感觉到他视线投来，你心头有些难以言喻的慌乱。林晓没继续接下去，一时间两个人都没话说。突然滋的一声，整个屋子黑了下来。这时遥远的地方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车喇叭声。停电了。林晓看向了窗外，原来10年后还会停电啊！10年后，林晓声音有点疑惑，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。不过这里几乎不停电，就算停电，也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等几分钟吧。你哦了一声，那一刻你很想告诉他，这10年不辞而别，是因为何等不可阻挡的力量，根本不是你本意。可话到嘴边，你顿了一顿，
看着夜色里他明媚的眸子，有些害怕。林晓拿起手机看了看，看来暂时不会来电了。业主群里说这里要停到明天早上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他没有回答，而是传来乒乒乓乓的摸索声。林晓从桌子底下抽出了2支蜡烛，点亮后轻轻摆上了桌面。那一个刹那，你沿着火苗一跳一跳的光亮，望见他在烛光中精致的脸颊被映得红润透顶，这让你的心头毫无征兆的狂跳起来。一时间你久久发愣。果然，我记得桌子底下是有蜡烛的。林晓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香薰蜡烛。”你闻到了香味，还看见像白色蜡烛，上面刻着心心相印，只为最爱的你，就像情人约会时才会使用。可是林晓的家里怎么会用这种蜡烛？他又不会提前知道自己要来，为什么偏偏要用这种情侣款？一般的蜡烛不就行了吗？你一直不说话，脑子却变成了一部剧本。又想起了林晓刚刚点燃蜡烛的时候，那种认真的表情和姿态。好烦啊！到底为什么他家里会有这种蜡烛？尽管你知道自己没资格生气，心里就是特别闷闷不乐。没想到你家里会有这种情侣蜡烛那么多，平常也总会用吗？你胸膛微微起伏着，穷追不舍地问。平常总会用。林晓感到有点奇怪，重复了一遍你的话。对啊，要凑齐2个人时才会用这些蜡烛吧？还买那么多？你说什么？这是我们送公司客户的一些小礼物，所以我家里也会常有一些。我还以为你以前也经常用呢。你生硬地说，连你自己都没察觉。脸颊里重新又充满了喜悦。随后你们一边夹菜一边喝酒，不一会儿你们就小脸通红。此刻你醉乎乎的，忽然问那些老同学，过去10年了，应该都很有变化吧？是啊，你还记得周宝吗？就小胖啊，后来他去当兵了。我看他发的朋友圈，现在不仅有胸肌，还有8块腹肌。你迷迷糊糊地抬起头，难道我没有吗？你不是刚刚才看过吗？说的好像我没有一样。你又往嘴里灌酒，闷闷不乐地嘀咕。林晓脸颊烧红，下意识摇摇脑袋。没有就有。你已经醉得半趴在桌子上，距离不醒，人事也差不了多少。你开始都不说你不能喝酒。林晓抱怨道。你不是也没说？谁说的我？每天晚上都会喝，喝了好多年。林晓倔强地抬头，你又沉默，不知是喝醉了还是在想事情。过了好久才轻轻出声。你的10年怎么样？其实这才是你最想知道的问题。借着醉意说出了口。你实在是喝得太醉了。还没听到他的回答，又不知不觉睡着了，嘴里还念念叨叨着什么，但就算凑近也很难听清。林晓已经把最后一杯一饮而尽，醉酒后两颊都显得红彤彤的。忽然听见你在叫他的名字，他醉意上头，迷迷糊糊凑近了一些，一直听见你重复喊着他的名字。顾依玲，你没完没了了，我一直都在这，又没人追，你老喊什么？林晓。林晓，你紧紧闭着眼，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：我喜欢你，是那种男孩对女孩的喜欢，不管怎样，我都喜欢你，我一定不要再离开你了。窗子没关紧，夜里的风忽然就刮进来，嗖嗖直响。林晓的脸颊红润微醺，十分迷茫地低下眼睛，而额间的碎发随风微微地飘扬了起来。哪有？不管怎样都一定的事情，怎么这么幼稚？顾依玲她被酒醉得红透了脸，迷迷糊糊的嘀咕。第二天一早，林晓就醒了，发现自己躺在卧室里的床上，盖好了被子，只是她连睡衣都没换，还原封不动，穿着昨天的衣服。她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，忽然想，那个叫顾依玲的人好像在昨天回来了。夜里，他和她甚至一起在烛光边上如醉如梦地讲着酒话。窗外巨大朝阳正在升起窗，台前的袖珍椰子绿色叶片微微晃动着，让他不禁感到恍惚。林晓悄无声息地推开身上的被子，走下床，踮着脚走在冰冷的地板上。其实昨天夜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吧，没有晚餐，也没有停电，一切应该只是做梦而已。如今梦醒了，那么都会消失吧。林晓的五指难以觉察的微微颤抖，推开了房间的门，一直走到客厅，四周都静悄悄的，餐桌上的桌布平平整整，连一丝一毫的凹陷都没有，好像从来不曾使用过。看在眼里，他脸上虽没有表情，双眼皮涂痕上的眉睫却略略低垂下来。他正准备去冰箱拿上那盒酸奶，然后回归正途，像以前一样出门上班。忽然看见桌角安安静静地放着一杯牛奶，他蓦然一震，他很确定自己没放有牛奶在这里，除非连林晓自己也不曾觉察。那一刻，眼眸里瞬间亮起来的光，犹豫了很久，林晓还是端起了桌上的那杯牛奶。很意外，却又在意料之中，杯身是温热的，里面牛奶散发出淡淡的奶香。这是一杯温过的牛奶，杯子下面压着一张字条，那是你的自习室，上面只写了3句话：以后早上都要吃早饭，每天还要喝一杯热牛奶，不能再吃冰的，我已经给你处理掉了。这一刻他终于明白，这不是在做梦，当年的那个你又回来了。郭依玲，你就会自作主张，你知不知道那是我最喜欢的口味，凭什么给我处理掉？他尽管这样说着，音调却变得愈发沙哑，艰难地发出声音。牛奶液体沿着他的喉咙一直暖洋洋地流进胃里，让整个身体都浸润一种莫名的暖气。这时外面传来了熟悉的敲门声，林晓微微一愣，因为那是你的声音，你又回来了。声音仿佛和10年前一模一样。司
丝毫没有改变。以至于让他瞬间感觉回到10年前。打开门，你提着一袋早点和豆浆走了进来，那些东西正冒着热气。你多久起的？我不知道你现在喜欢吃什么，就照你过去口味买的。幸好现在还有卖这些的。怎么了？看着对方一动不动，你忽然有些发怵。你不喜欢吃这些吗？林晓没忍住动了动眼睛，好不容易才把目光移到了你的脸上。可以吃吧？林晓先吃完了，看着你狼吞虎咽的吃相，然后沉默着抽了一张纸巾擦擦嘴巴。昨天晚上林小九醒了一半时，你们都躺在酒桌子上。他本来正高兴，觉得自己的酒量居然比男孩大时，忽然听见了你的梦话。那种梦话伪是像瞎编的故事，说你是10年前来的，还是刚刚高中毕业那会儿的你。不久前才给18岁的他告白，还说在这个10年后，你好迷茫啊。没有家，没有长大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也不会，就连走路都会迷路。不然那天给你带路也不会连错3次。林晓之前闷在心里的一个疑惑，你为什么和记忆里似乎变化不大？你干嘛要走了吗？你不安地抬起头问。对，我要去上班，你之后有没有什么安排？你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是不想显得10年后的自己那么无所事事。所有人都长大了，唯独你自己。你的话我听见了。林晓忽然来了一句，你心跳骤然加速。自己昨天晚上酒醉后，难道说了什么不堪入目的话？我说了什么话呀？你说你是小孩子，看在以前我们是关系很好的同学份上，你以前也照顾过我，姐就勉为其难的先照一下你这个小孩子吧。顾依林，你看怎么样？他望了望你，风情万种般说。你瞪大了眼睛，目瞪口呆，虽然有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小孩子。这是你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林晓。林晓慌忙的拢了拢衣服，转身跑进卫生间里，脸色涨红。那等下你是要去公司吗？你大声问道。那我待在家等你吧。你也可以出去玩。我想找一些以前的同学，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样。你喃喃道。微信出来以后，后来班长创了微信群，等下我推给你。不过加的人也不全了，大概只有20-30个吧，有很多失踪人口，一毕业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你马上就想去见他们吗？算了，再等几天吧。你不知为何有点小紧张。我拉你进去吧。你看看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显示永远最帅的20级3班林晓邀请小顾加入了聊天群。大家怎么都不说话？可群里冷冰冰的，没有一人说话。等我上班的时候，你就在家里。可以玩电脑吗？我看你家里有。你一本正经道办公要用。林晓冷冷的板着脸。好吧，不玩吗？跃层上有客房里的电脑，你去玩吧。早说嘛，热的话你自己开空调。我知道了。你走吧。你想去看看 CS 和 LOL 官服没有？顺便再下载一个单机的暗黑2，重温一下赛尔号上的最强宠物。普尼也该出真身了，当年那几层封印没把你打傻，会不会那艘船已经垮在了星际穿梭中？对了，如果有什么事找你怎么办？你突然发问。一般不会有事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，需要联系你，比如说……林晓明察秋毫地看着你的眼睛。比如说什么紧急的事？想什么想见你怎么办？你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睛，打量他，这算不算一件紧急的事情？那一刹那，林晓同样也望着你的眼睛，可眼中伪装的那种平静和漠然，却瞬间荡然无存。微信昨晚不是加上了吗？用它来联系我就行了。好像上面有视频聊天，我可以用它来找你吗？你一直盯着林晓的双眼，似乎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什么。公司有制度，工作时间不能随便看手机。那如果我真的有急事的话，怎么联系你？直接拨我的微信，我看了就会回复，最好不要视频。我知道了，如果有事我才找你，不会耽误你工作，一定会在紧急的时候才打给你。不打更好。那我走了。你多久会回来？快的话能赶上中午，但如果没能回来，会提前告诉你，自己点外卖吧。我刚在微信上给你开了一个我的亲属卡。听到亲属2字，你也是开心极了。上午林晓的办公室，叮铃铃叮铃铃，没错，才1小时不到，你就给林晓打起了视频通话。林晓微微蹙眉，放下手中的文件。这才多久？他从家里走了还不到1小时吧？连办公室的板凳都还没坐热。为他接通视频那天，立马露出了你的大头，笑眯眯的只看他。什么事？你到了公司吗？到了还有事吗？没了，我就想问你到了没？有没等你说完，林晓便挂断了电话，继续强行翻看手中的文件。内心 OS 很好，这就是你所谓紧急的事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叮铃铃叮铃铃，林晓抬起头，脸上写满无可奈何，再次看向了桌面上正在微微震动的手机。林晓深吸一口气，就是想问一下，我上完厕所正在紧急的找纸，我实在找不到，如果厕所没有了就拿。客厅里的林晓满头黑线，这边林晓刚刚放下手机，手机就又叮铃铃响了起来。你是说客厅的那包吗？刚好也没有了，可能正好都用完了。但厕所有谁？有沐浴露，沐浴露就在梳妆台右下角的柜子里。我这样说，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林晓一字一顿说完，正要挂断电话的时候，似想到什么，生生止住了滑下屏幕的手。不要用水碰到伤口了。从洗手间出来后，你兴高采烈地打开电脑。以前从初中开始，你就混迹网吧里玩各种游戏，是资深的游戏迷。照你们班主任的话，如果你不经常玩游戏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准是能考上98521大学。可你忽然有一天觉醒了，发愤图强了，整整1年多。讲到这里，你好奇地搜了一下当年的高考分数，居然真的搜到了：语文114，数学128，英语125，理综249，总分616。不知为何，
这一刻，你忽然很想开怀大笑，却又忍不住流眼泪。你接着开始搜索一些游戏，那些游戏还运营着呢。虽然多了很多新角色，但依然有很多你熟悉的英雄。LOL 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人玩，每年都会举行世界级的赛事。记得当年你们想玩还得半夜挤外服吗？因为国服还没公测，地下城也还在，800万勇士依旧翘首以待。你用10年前的账号登录，还真给登进去了，忍不住搓了2把半。别说那位还真对，让你有一种回到昨天的感觉。忽然你手一顿，不禁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当年那本还在连载，就引起无数人追捧的冒险小说，讲的是一个衰仔去屠龙的故事，没想到10年后还没完结。与此同时，林晓的办公室里，他已经完成了今天文件的披露，手捧着一摞文件，推开门出去。林总，您今天是要早点下班吗？对，家里来了个小孩，最近我可能会考虑休年假。如果公司有应急事件，请及时联系我。他刚刚走到电梯间时，包里的手机再次叮铃铃的响了起来。打什么电话？都准备回来了。林晓惯性的以为又是你打来的，但这次并不是你的电话，是集团董事会的电话。一般这种电话打来都预示着有事，最晚可能要忙到晚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去处理。林晓严肃的点头道。夜渐渐深了，你开始等待晚点下班回家的林晓。正当你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外面走廊里隐约传来声音。一开始你喜出望外，以为是林晓回来了，连忙翻身奔向门口。不过就快要靠近门口时，你感到一阵警觉，因为外面的脚步声粗而重，不太像林晓发出的。这时从门外传来了疑似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。小小应该在家里，我从门眼里看都有光，先敲敲门吧。你一时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你，也没想到大傍晚会有人来听这声音。难道是林晓的母亲？思来想去，你还是决定躲起来，连忙朝客厅左看右看，最后躲进了窗帘后面。你屏住呼吸，然后瞪着眼睛努力听外边的动静。没过多久，大门发出了机械的女声，人脸识别仪启动，识别通过。晚上好。这时你听到外面似乎不止一个脚步声，是2个，这里有鞋套。你打起12分的精神，然而下一秒忽然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，那是一个相当成熟而具有磁性的声音，让你心里猝不及防。一个急罗灯，阿姨她还没回来吗？男人很有礼貌。什么他呀？又不是才见过1次2次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该叫小小的阿姨给你撑腰。中年的贵妇人大大咧咧说。是小小，她好像还没回家。小小，你听到这里心里陡然一沉，连如今的你都不敢这样直呼她的小名，可今天却在另外一个男人口中听见。不知为何你忽然害怕极了，又忍不住继续听下去。其实今天本来是想给小小一个惊喜的，来之前就没告诉她。贵妇人说。真是的，怎么家里的灯全都开着？莫非他在屋子里睡着了？我去他的卧室看看。男人随口答应一声后，你就觉察不到客厅的动静。此时的你躲在窗帘背后，听见了隐约的脚步声，好像那个男人正直勾勾地盯着窗帘背后，并且朝这里不断接近。你的心如疾风骤雨一样提到了嗓子眼。好在下一刻，贵妇人从卧室里出来，叫住了年轻的男人。他不在，好奇怪。有一间客房似乎是才收拾出来的，难道知道我今天要来？阿姨没事，等一会儿吧。俊成主要还是怕你等着，这样我发个短信催下林晓，早知道提前告诉他，今天我要来。不用，阿姨坐一下就行了。俊成，你太客气了，看看你多在乎小小。为了我未来的女婿，今天无论如何，我必须得把这门婚事给定下来。中年妇女眉开眼笑地说。窗帘后的你听到这里猛然一颤，阿姨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小的。俊成啊，你知道阿姨是特别喜欢你的，今天又把你叫来，那就是要解决最重大的事情。而且我早前也见过你爸爸，他对这门亲事也是特别满意哦。既然双方家长都共同催促的，就该把婚约敲定下来了。我怀疑小小是不是有点恐婚，每次提到这事，他连我都不理了。贵夫人咬牙切齿，重重拍了拍沙发。不过今天无论如何，这事也必须成了。俊成，我来做主，今天定了，明天2家人的长辈就聚餐。此时窗帘后，你一直无声的听着，双手忽然无力的垂落下去，失落的耸拉着肩膀。窗户并没关紧，冷风从外面嗖嗖的灌进来。好在是夏天，于是不会感到冷，可是为什么还是觉得好冷啊？你不自觉的低下脑袋，打量着自己的手指，在心底一根一根默默的数。哎呦！客厅里传来中年妇女喜悦的声音。我家林晓终于知道自己买菜了，这冰箱里满满当当的，有鱼有肉，荤素搭配。今天我必须表扬他，看他多半是沾俊成你的光了。你这一来，小小家里的冰箱都千古难遇，出现东西了。放轻松点，俊成等他回来以后，阿姨晚上就走，今晚就把这里留给你们当2人空间。太谢谢阿姨了。男人异常激动起来。来，俊成，你来厨房给我搭把手，我给小小炒几个菜。
冻到冰箱里。随后，他们的脚步声逐渐远去。你一直站在窗帘后面，手指却止不住的颤。趁着屋子里的另外2个人都在厨房里忙活，你竟然连想也没想，一把拉开窗帘逃了出去，一直到屋子外的走廊才按下电梯，然后迅速的钻进了电梯间里。你蹲了下来，感觉到电梯正在垂直的在下坠，耳边只有沙哑的风声。一出小区，你按照与记忆里依稀相似的路线想了想，要么往以前学校的方向走，要么先到张叔的家里，再打算以后的事。你醒了，擤鼻子，想清楚以后就一直往前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直到身边的人变得越来越多，于是你站在人群里左顾右盼，忽然觉得陌生极了。远方晃眼的灯光太亮，城市的街道又太宽，就像可以连向任何地方。你想用手机上的导航拿出来，才发现没有充电，嘟的一声关机了。你忽然感觉好迷茫，好无助，身边全都是喧哗的闹声，人们大声议论的声音，车喇叭的声音，迷乱的脚步的声音。这一刻，你好像真的走丢了。晚上8点15分，林晓开车回到家，从地下室出来，下意识看了看表，电梯上行，一直抵达27楼。林晓推门而进，却感到有些诧异，因为他看了一眼鞋柜，边上那么多鞋子里面，唯独没有一双是故意领的。客厅里的灯是开着的，然而下一刻走出来的是他妈妈。林晓意外地睁大了眼睛看着他的妈妈，贵夫人抢先开口了：小儿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妈妈今天来带给你了一个惊喜，猜猜还有谁来了？谁？林晓下意识问，却毫不留意林母的问话，一边前行，一边不由自主地左顾右盼。林晓啊，林母没有觉察出林晓此刻的异常，只顾着自己说自己的。你也该要考虑一下那方面的事情，我这心里面一个人合适的不得了。小小今天，这时俊成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妈，你来的时候屋里就你们吗？林晓忽然回头，微蹙眉头。什么？当然只有我们了，难不成还有谁？我出去一下。林晓急促呼吸中放下手里提着的包，下一刻就是没有半点停留，在其他人还没回过神来的功夫，就已经转身慌忙跑了出去。这时林晓有一种惊人的直觉，让他一直往学校的方向追去，不断超过身边接种的人影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估计是没电了。他来不及多想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找到你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不想你这样。其实也没过久，起风时你依然茫然无措地走在人群，下一刻意外感应到什么似的，缓缓抬起头，怔怔地看向前方向。奔跑中忽然有光袭来，让你忍不住猛然一滞，胸膛微微起伏。是的，不会错。这时林晓刚好从道路的那一头赶来，缓缓放慢脚步下一刻发现了他要找寻的目标，于是整个视线里就只剩下了一个。他就这样义无反顾地从前方走来，好像周围的人群都自然而然地散开了。你看过去，那一片灯光下照亮了他的身影，你瞬间知道自己的方向该走向哪里。此时你脑海里一片空白，感觉自己的身体僵硬极了，但双腿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要迈向他，直到抵达他的跟前，与他目光在半空中相抵，一直傻傻看着他，直挺挺地站着，双颊通红，忽然又忍俊不禁地笑了出来，但鼻子还是酸酸的。你们在路上边走边停，中途路过了一家全家店。还不回家吗？你犹豫了一会儿问，是你说的，那就回去吧。林晓用那种有些挑逗的眼神看了看你。不，我不去，要回去你自己回去。那个叫神妖俊成的还在家里等你，他和你妈妈正在给你做饭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事情才跑出来的。林晓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你。不才不是我，只是你小声狡辩。然而你事先并没有预设好撒谎的准备，顿时语塞，只好偷偷地打量林晓两眼，像怕被识破的小孩。只是什么？林晓抬起头，正好对上你的眼睛。没什么，你私定了什么主意吧？深深吸了口气，下一刻，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，你忽然鬼使神差般抓住了他的手，太快了，任何人也没能提前预料，似乎是在一瞬间打定主意，然后同时做出了这个令人出乎意料的举动。这是你第一次主动地握住10年后林晓的手。对于此刻的自己来说，那个足以被称为禁忌的地方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林晓完全没能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来自你的腕力紧紧抓着，如同被绝住的猎物般，迎着风和你一起，直到转向旁边的全家店。他只来及在踉踉跄跄的刹那间，微微扬起脖子，望了这个勇敢的男孩背影一眼，好像觉得自己的18岁骤然回来了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你假装镇定地回头看了看抓着的漂亮女人。你不说我就自己做决定了。你的语调云淡风轻，甚至还有点带着大男子主义。香橙味的椰子碎现在还有吗？林晓沉默一会儿，叹了口气。我看看有的。你暗暗吁了口气，连忙从冰柜里给他拿了出来。再要一份三明治便当吧。没问题。你顿时跑得比小宝还快。林晓默默地站在原地注视着。这一幕让林晓的心轻轻地动了一下，他又想起2010年时你说抓住他手掌的那种感觉，就像小时候抓住一只蝉就能抓住整个夏天一样。傍晚，便利店靠窗坐，玻璃外面是路灯的灯光，映照在他的身子与他轻轻摇起的淡橙色椰子冰上。你仔细注视他脸颊，真想时间过得再慢一拍。你多久回去？你想我多久回去？他忽然饶有兴致地看向你。不是有个叫俊成的男人在家里等你？你刚刚抓我干什么？我不是看你还没吃晚饭，饿着肚子想要请你吃饭吗？你心虚地瞟了林晓一眼。
今天晚上不回去了。林晓又吃了一口椰子碎，好整以暇地说：“不回去了，太好，不太遗憾了。那么那个叫俊成的，岂不是就白来一趟了？由他们去了，我刚给妈妈发了消息，让她在家里收拾一间客房，他们想住就随便住吧。那你晚上想去哪儿？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夜间乐园什么的，一起去玩？”你兴奋地问。晚安，顾依玲，你想去就自己去，我这里有张副卡，你暂时拿去吧。那你瞪大眼睛，主要是和林晓一起啊，重点是林晓，而不是玩。公司临时有安排，我要出趟差，今天晚上11点的机票。林晓看了看手表，信手拈来地说：“所以呢，要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事，我怎么可能现在还不回家？”你一听有点失落，你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原因，林晓才不回去的。怎么了？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林晓眨眨眼睛，同时笑了笑，然后转头掩饰之前的口是心非。公司的确安排了飞机，可倘若他今天晚上并没有一帆风顺的找到你，那么他还会如实登上这架11点的飞机吗？我要和你一起去。挠头探脑地说。你也要去？林晓眼中闪过一刹那的惊喜，回头后却是显得十分平静。可是顾依玲，坐飞机要证件，你的证件还能用吗？我不知道，你看看，这是以前的。你赶紧从包里掏出一张银白色的身份证，在便利店的灯光下晃晃。林晓看了看，怎么还是零几年的顾依玲？你刚从山里回来吗？那怎么办呢？你焦急地挠了挠头。好了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等你一天。你明天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了，我们明晚上出发。真的可以吗？你不是说你的事很重要？骗你干嘛？耽搁一天没什么要紧的。这回总该是因为我的原因了。高兴地低声自语。你的原因？林晓蹙眉，淡淡地摇了摇头。不是，我只是今天有点累了，想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为什么不回家？你才说因为工作不回家，现在又说工作不要紧，那什么才是要紧的事？你今天晚上废话怎么这么多？下一刻，林晓猝不及防起身，舀了一勺椰子粉，趁你不备塞进了你的嘴里。你舔了一口，里面的味道是一种冰凉凉的甜橙味道，似乎还混合着他手指停留在唇间的淡淡芬香，像是早冬特有的清凉气息。此时你傻傻瞪着他的背影，傻傻回味着，好像觉得过去的味道原封不动的回来了。第二天你一个机灵，猛地从被窝里爬了出来。你刚才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一个看不见脸的人拿着阴森恐怖的武器在你身后狂追，嘴里还嚷着你再也别想出去，再也别想见到他。直到醒来后看见房间里的一切都安静如初时，你才心有余悸，松了一口气，三两下把衣服套在身上以后，然后从床上跳下，推开房门出去。林晓已经坐在餐桌上用餐，他切下一块杏仁黑加仑酱的酥皮面包，用精致的银叉送到嘴边，似早已觉察到背后的声音，然后回头瞧一眼。法式早餐你能习惯吗？我没问题啊，都没问题。你坐了下来，你不漱口，马上我忘了。你连忙起来，生怕林晓嫌弃，一溜烟跑进卫生间里。对了，你刚刚是不是做梦？你正在擦脸，顿时一愣。怎么了？你睡着的时候一直在念一个名字。谁啊？你有点紧张的问。我都用手机给你录下来了，到时候你自己听吧。后来你当着他的面听了，一脸苦笑，尴尬的要命。果然，你能在睡梦里念出名字的还有谁？也就只有林晓了。走吧，先去办证件。已经吃过早饭，林晓走出了酒店，办完证件出了大厅后，林晓歪头看了看你。光是有证件还不行？怎么还不行？你好奇的问。你得变身为2021的人。2021的人满脸疑惑地追了上去。30分钟以后，两个人出现在了一个5栋超高层塔楼及超大型高端商业群楼的广场边。路过的街道四周正在绚烂地喷射清泉。要去干嘛呀？到时候去了三亚，你都会和我一起行动。难不成你准备穿这样就去？这里是不是东西很贵啊？你紧张的左顾右盼，小声嘀咕。四周浅金色的玻璃闪烁，色块被分割般的光明，奢侈的让人望而生畏。很快，你跟林晓走进一家叫巴黎世家的衣装店，挑选了29900的衣服。等等，刷我的吧！你连忙从包里摸出了老爹的卡，可心里一点都没底。这里的消费太高了，也不知道老爹卡里的金额是否足够。顾依玲，你忘了吗？以前我们一起四仰八合的躺在学校的操场上。林晓情不自禁笑了起来。当时我们说，有一天长大了的话，一定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还记得，你说你绝不像有的男人一样，荣华富贵了就忘了守在糟糠的妻子。你还记得？你一愣，不知为什么心里微微的颤了一下。两个人静静对视了一会儿，林晓忽然笑了起来。好了，姐，说了会罩你一段日子的，这点就算小小的见面礼了。我以后会还给你的。是不是还想加上看病的324？林晓轻轻的撩了撩头发。好，我等你办好身份证明。买完衣服以后，已经是下午6点了。出商场时，你穿着一身飘逸的棕色风衣，搭配黑色长裤，和一开始进来的时候简直是两副模样。林晓挥手叫了一辆去机场的出租。我们大概要去几天啊？光谈事情应该就明天一天。这次是我们公司董事会的安排，去三亚应该是见一个对我们集团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。据说那一位虽然是10年前才从纽约华尔街起家的，但现在已经成了资本界的巨额。如果谈妥了，对方有望成为我们集团之后的最大的投资人之一。因此董事会相当重视这一次会谈，特别安排我带队前往。
本来昨晚就该走了，其他部门的都已经先去了。林晓淡淡的说，也没指望你能听懂。一知半解地点点头。晚上10点半的飞机。林晓看了看表，现在是7点45分。按理说时间是绰绰有余的，可今天不知为何，整条道路都堵了起来。出租车司机看了一眼导航，直叹道：导航上显示到机场路的整条路都红了，估计抵达机场以后，这架飞机都要起飞了。要不你们改签一个时间？天气预报说今夜凌晨以后有大雨预警，这是最后一班。明天一天都有暴雨，估计不会再起飞了。林晓不安地看向了窗外。喃喃道：那怎么办呢？你也跟着急了起来。要不是我，你昨天晚上就走了，也不会堵在这里。林晓摇了摇头。现在说这些都没用，我们得想其他办法。师傅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？实在没办法，出租车师傅无可奈何地说，然后抓起了对讲机。对讲机里传来了其他司机的声音：兄弟伙心，堵死了呀！今天晚上能不去机场的就别去了。有几辆车发生了连环撞，现场简直就跟演电影一样，又不知道多久才能下班。你们听到机场的路上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，整条路完全堵，起来了也是没办法。林晓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现在已经快要8点半，来不及了，就这样吧。顾一玲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林晓叹了口气，我等下会亲自打给董事会之前，看看能否有机会与对方集团约一次线上的会谈，也许还有其他办法。你忽然说什么？师傅，现在先把钱付了吧，我们下车。你冷静地说。下一刻，你拉着林晓推开了车门，外面黑得像深夜，全是堵塞的车辆，刺眼的红黄光无比缭乱。你就这样带着还没反应过来的他，穿过了接中的车头与车尾，你一眼就盯上了那辆摩托车，用力朝那里挥手，用力朝那里挥手。可我已经送完最后一个客人了，正在回家的路上，老婆和女儿都在家里等着呢。摩托车司机叼着烟摊了摊手，没办法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要不你们再等等其他车吧。没时间了。林晓也深深吸口气，一瞬间明白了你的用意。摩托的块头更小，塞车对他们的影响不大。我可以多加钱。说着，林晓在手机的转账上输入了一个数。不行，真的不行了。林晓没有说话，继续向上拨动百位的数字。请上车，但只能搭一个人，这边交警管得严，要么你先去吧。你犹豫了一会儿，看向林晓。等下实在赶不上，我就自己先回家，等你回来。林晓摇摇头，在原先的数字上再添了一个0。姑娘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摩托车司机瞪大了眼睛。就算是带你去，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吧？我家里正好缺一辆摩托。林晓淡淡的说。你的意思是要把它买下来不行吗？我相信以这个价格，您完全可以先安逸的欣赏一下以前来不及停留观赏的机场路夜景，明天再去摩托车市场提一辆引擎更加出色的快马，顺便还可以请您的老婆喝一周喜茶的下午茶，最后剩下的再给女儿买一个小礼物也不错。林晓微微一笑，成交。等到司机走了以后，你凑近林晓，小声的说，虽然我知道你很有钱，但钱也不是这样花的吧？开这个价，估计都够买3辆这样的吧？我感觉没太有必要。有必要这样的话，你能带我一起去？深更半夜，总比坐一个陌生男人的车安全不少。不是吗？他这样回应，面色不改，说的倒是态度自然。你挠了挠头，心里不觉有些失落，还以为他买下那辆摩托是因为不想丢下自己一个人走。你会骑摩托吗？会，你忘了吗？以前我经常载你，我们一起骑在摩托上，你抱着我，因为怕被老师抓到，所以骑得风快。你坐后面，我载你上车。林晓似乎也回忆起了什么，忍不住往上抬了抬眉梢，掩饰过去。好，戴上安全帽，要出发了。你赶紧也戴上。麻利的踩响了油门，整辆车轰然提速，就像一条红色的野狗狂吠着，一下就窜入了错综复杂的密集车流中，简直是羡煞旁人。你最好抱着我一点，这样安全一些。林晓似乎沉默了片刻，从头到尾他一个字也没说，也没准备要说什么，接下来却是伸出了双手，最后还是轻轻地扶住了你的腰。你忽然身体僵硬，他立即察觉到。林晓不由得觉得有点好笑，可他的手指也在微微颤抖着。又差不多过了20分钟，你感受到他把脑袋靠在了自己肩膀上，身后忽然一片柔软，好像是睡着了一样。他发出了轻轻的呼吸声。晚上9点半时，你们到达了机场，距离飞机起飞还剩下1个小时。你摘下了安全帽，仰头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然后轻轻转头望了望枕在自己右边肩膀上熟睡的林晓。她的漂亮和美，就是那种你说不出来她哪有特角色，可又完全找不出缺点，就是好看的让人感到赏心悦目，说不出一丝反感。你没忍住，趁她还在熟睡中，悄悄地伸出了左手，就像以前一样，轻轻地刮了刮她小巧的鼻梁，真可爱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林晓忽然醒了，睡美人睁开了眼睛，仿佛冥冥中有人同时发放123木头人不许动的指令。你的呼吸瞬间静止，手指正宠溺地停在她微微红润的鼻梁上，那一刹那你们目光猝不及防的交汇，你好狼狈地缩回了手，揉了揉自己的鼻子，然后心虚地对他笑了笑。嘿嘿，真巧，你醒了呀！你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搓搓手。到了吗？到了。现在几点了？还有1个小时飞机才起飞，你先去把车停好吧，好歹也是花钱买下来的，等回来以后再带回家吧。收到你，就像得到了特赦般，连忙利索地把车骑到了机场专用的停放区。这时林晓正在接电话。您的意思是我不用再去了？林晓微微蹙眉，怎么了？你走近2步询问道。没事。林晓摇了摇
摇头。是我们公司董事会的电话，你等一会儿。我作为现任集团的执行总裁，出于任何方面都是最适合代表集团去参与谈判的。您知道，这并不是自卖自夸，我的谈判力有目共睹。你从林晓的表情中看见了一丝凝重，接着林晓结束了通话，脸色有点不好。怎么了？你小心的问。已经有人代替我去三亚了，这次谈判任务不再由我负责。林晓微弱的笑了笑，又有点洒脱般说：“怎么可能？你那么强大，谁还能够代替你？难不成是因为我让你去晚了1天，所以你才被取消的？和你没关系。这次谈判，双方约定的时间本来也还没开始。世美是一个很大的集团，虽然遍布华东、华南、西南各个片区，其实本质上也还是一个家族企业。董事会中派系紊乱，人际关系复杂。算了，和你说了也不懂。那我们还要不要去了？去啊，都到机场了，当然要去，就当是去旅游好了。俗话说，开心过一天，难过也是过一天，还不如开开心心过每一天。这些烦人的事情就暂时的扫一边吧，只有高兴起来，才有好运气。顾一玲，你觉得如何？陪你一起去，你会变得开心吗？虽然你想问，但最后却没说出口，只是看着机场灯光下林晓柔柔的脸颊，忍俊不禁的笑了出来。你摸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深夜22点30分，舷窗外一片漆黑，整个机舱里只剩下飞机引擎，巨大的风声，远方的城市灯火寂寥。先睡一下吧。林晓递来一个小包，这些是下午我在商场买的，到目的地大概要2个半小时，睡醒以后就差不多了。你想的真周到，以后你也一样的。林晓淡淡的说，然后打开一个相同的小包，给自己戴上了眼罩，塞上耳塞，最后套上空气头枕，安安静静的躺在了靠椅上。你一葫芦画瓢，也像林晓一样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。才睡醒又要睡，真能睡。你小声的嘀咕，可不敢让林晓听见了。2个半小时后，巨大的引擎在风中呼啸，飞机四平八稳地降落在了目的地。甜美的女声回荡在机舱中：“各位亲爱的乘客，我们的航班已经顺利抵达了凤凰国际机场，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，祝您旅途愉快。”你一身的起床气，但一看见身旁就是林晓，顿时气就消了。这可是你梦里的主人公，眼看白日梦变成了现实，能不高兴吗？你感觉幸福到了极点，整个人似乎都飘飘欲仙起来。到了吗？你轻声问。把行李拿好，海边的城市没你想象的那么热，甚至晚上还要比内陆凉快一些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今天才那么凉爽。深夜2点半，你们乘坐出租抵达了海滨边的酒店，给你的第一感官就是这间酒店的颜值特高，既富有东方的活力与灵韵，又保留了西式传统的奢华品质。嗨，其实就是在海滩上拍照的小姐姐们，颜值都超高，实在惹眼了。没想到那么晚了，还有人酒店毗邻的海滩上拍夜景照，不愧是被誉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的酒店。比基尼高颜值小姐姐，海滩热裤，身材火爆，美妙团体，这几个词随便的组合在一起，都可以让数不清的纯情处男欲仙欲死，欲罢不能了。你笑什么？他们真有那么好看？我看你脸上都快要笑出花了。林晓忽然来了一句，然后头也不回的往前走。你一个机灵的回过神，连忙追了上去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想解释什么？林晓意外的停了下来，酒店明媚的灯火投下来，映照在他半边脸上。你微微一动，心里却顿时有些纠结。其实是因为看见他们，情不自禁就浮想联翩。林晓如果明天也在海滩上这样穿，会不会很好看？就连你以前也从没见过林晓在海滩上穿着迷人的热裤或者比基尼，她的身材会很棒，大长腿一定很好看。一想到这里，你甚至高兴地咧开了嘴角。好吧，这样好像更贱了吧？叫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？早上太阳升起来了以后更好看，哪里都是漂亮的小姐姐，好好补一觉，等明早上养足精神了再来，有的是时间。林晓转身就走，声音里完全听不出喜怒。你就怕他这样的语气，好像这种语气才是最恐怖的。我想看你，我想看你。你用手在嘴巴边围成了喇叭般，大声地喊了出来。我看见他们就想到你，也想看你这样穿。你这样穿一定比他们都好看，每天都像你这样穿，我简直坏死了，满脑子都是你。你别走了。林晓假装没听见，没回头，一直往前走，而她的整张脸却是变得相当红润起来。为什么这么那个的话还被你说的那么理所当然？但奇怪的是，听起来也不错。回去多吃2粒花生米吧。他最后只是淡淡的回应，多吃几粒花生米。什么鬼？你回到酒店的卧室以后，满脑子都在想，他这最后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？难道是林晓想吃花生米了，在暗示自己去给他买一包花生回来？我以前高中的时候，你记得他不喜欢吃花生粒的呀。18岁那会儿，林晓说花生又干又硬，吃多了以后要长腮帮子，就变得不好看了。可能是这10年口味变了。你摸了摸脑袋，为自己的智慧点了个赞。事不宜迟，既然他都那么明显的暗示了自己，就快去多买点花生粒回来，装在口袋里，随时备着。其实这完全不怪你，是真不知道。但凡有1粒花生米，你也不会醉成这样。这句老梗，刚才林晓说这句话，明显是想提醒你，想看姐像那些小姐姐一样，在你面前穿比基尼，做梦嘛！但凡你身上有1粒花生粒，肯也不会说出这种醉话。结果被你一阵智慧的曲解后，误以为林晓在暗示自己，她想吃花生粒了，让自己赶快去买。前天你在论坛上看见一句话，现在的女孩子经常会给男孩一些暗示，如果男孩像傻瓜一样领会不到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想到这里，
你一下就急眼了，立马冲到酒店的超市里买了各种各样的花生粒，卤味的、香辣的，还有五香的，通通都放进了自己的衣服袋子。美女就连裤子袋里都是如此。闲来无事想吃花生粒的时候，一拉开口袋就能看见琳琅满目的花生粒，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你摸了摸包里的花生粒，然后嘿嘿的傻笑起来。回到卧室以后，你刚给手机插上电，发现沉寂了好几天的班级群里忽然多出了一条新消息。你抬眼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，现在是凌晨2点半，外面安静极了。小姐，你拉进群的这小姑是谁？咱们同班同学吗？而林晓竟然也没睡，在群里替自己回应了顾一玲。小姐，你又说醉话了，老实交代，你刚刚是不是又出去喝酒了？医生说了，你的体质不适合喝酒，你忘了吗？18岁那年，你喝得酩酊大醉，是我替那个混蛋背你去的医院。你看到这里，心中仿佛有一道闪电掠过，想起他家里那么多喝了一半的酒，还有那天晚上又和他喝了那么多酒。聊天群里的消息依然静静的闪烁着，你默默看着聊天框里弹出来的一条条对话，心口有些发疼，像是被锋利的针一下一下的扎着。一直在床上愣了好久好久，还记得18岁的林晓是一个小哭包。然而在这一段日子里，你猛然想起，他没在你面前哭过一次，没抱怨过，也没对你说过一句不好的话，在你迷路的时候还会来找你。可那个曾经告诉他小哭包，你只管往前走，我一定会保护你，我是你全部底气的那个少年，却整整缺席了10年。此刻凌晓的房间内，他静静地背靠着床，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。过了一会儿，却迅速眨了眨眼睛，像在防止什么滴落下来似的。他用力地打出了一排字，发了出去。他就是顾一玲，我和他现在同一个城市，同一个地点，同一间酒店里。瞬间，整个聊天群里一片死寂，盯着手机屏幕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轻轻地抽了抽鼻子，打出我是顾一玲。一开始你颤抖地打了好多字，说了好多话，什么样的内容都有，可最后全部删掉，只留下3个字：对不起。你轻轻地说，也不知是对谁。第二天，朝阳刚刚才从海平线上缓缓升起，整个海面火烧般火，有很多打算看日出的人已经早早地坐在海滩边。你一看见林晓刚刚走出卧室，就忍不住冲上去紧紧地抱住了她。这一次你再也顾及不到那么多，如果这样的拥抱令她生气了，那就让她使劲地打自己的胸膛好了。如果因为这样的拥抱让她生气的再也不想见到自己，那你就使劲地往前追，因为你坚信自己和林晓是有感情基础的。她虽然嘴上总是云云什么老同学的关系，才一次次对你那么与众不同的关照，胡扯！你不信换了李小帅来，一样也是老同学，林晓还能对李小帅这样无微不至。林晓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撞入了一个温暖的拥抱，那双手是那么用力地围住他的肩，就像攫取住猎物的猎豹，一抓住就死也不肯松手。他有些忙，你今天又想搞什么飞机？那一瞬间，他的心口瞬时一阵悸动，似乎又想起在以前那个蹦蹦跳跳的女孩，也总会在每个清晨时这样抱住那个男孩。当时他就讨厌那烦人的冷淡，有些时候会找到教室里来，好像就是专门为了打他们一样。可林晓不知道，你如今凭什么这么得寸进尺？昨天光牵了他的手还不知足，如今又是毫无预兆地强抱住他。他刚刚想装出很生气的样子说松手，忽然听见你在耳边粗粗地说，一起去看日出吧。说话的时候，他感觉到那只手在发抖，那个人也在抖。本来因为一时羞愤想要脱口而出的拒绝，竟是一丝丝的重新咽回了喉咙里。你还记得吗？以前你告诉我你想看日出，可我们那里到处都是楼房，哪有什么日出啊？你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现在我带你去看日出，好吗？你继续说。短短的一瞬间，他想了无数种拒绝你的理由，但一想到那个少年期望的眼神幻灭，最终还是叹了口气，沉默看着你的肩膀，只说了一个淡淡的好字。清晨6点，海风还不是很热，温度刚刚好，仿佛前不久才下过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。美女所海边的人越来越多，还有好多小商贩都过来了。现在这里不只有惊世骇俗的潮起潮落，连人潮都变得异常汹涌了起来，好像日出的时候，什么话都变得好说了。该升温感情的继续升温，该表白的也快点表白。你也早在海滩上坐着了，你还算运气好，抢到了一个好位置。这边离海浪很近，你特别在地上铺了一张布幕，然后在布幕的中央把精心准备的各种口味花生粒倒出来，堆成了一座小山。因为林晓昨天晚上说她喜欢吃花生粒，看见那么多花生粒还是不同口味的，她应该会感到十分的惊喜吧。然而她还没到，说要换一件衣服再来。日轮已经缓缓从海面上升起了，余晖洒在了浪花上，半轮太阳与它巨大的倒影围成了璀璨的圆，一大半的云霞都被烧成了火焰的颜色。最瑰丽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有点着急，刚好往后面看了一眼。他不知多久换上迷人的热裤，一双长腿细软而明媚，恰恰此时出现在了你的身后，同样也正看着你。林晓下一刻移开了眼神，眺望着海面上的太阳不再看你，你连忙坐到了一边，给林晓腾出来一个位置。其实你刚刚坐在沙滩上，心一直在砰砰乱跳，你当真有点后怕自己那么鲁莽的举动惹恼了他。他说是要去换衣服，其实就要扔掉自己走了。原来他说的去换衣服，就真的只是去换衣服而已，那么简单。她今天穿的那么漂亮，是特意为自己打扮的吗？你余光扫到她，心头有点灼热，感觉到她已经落座下来。你假装目不斜视的看海，其实心里紧张的不得了。
抓了一把花生给他包好了递过去，但他没接。你暗叫糟糕，他不是喜欢吃花生米吗？林晓一直没说话，只是在看海，用双手抱住了膝盖，安静的像一只小猫。清晨温暖的日光照耀在你的身上，把他的脸颊与身体映得红扑扑的，美不胜收。你觉得比起日出，他更让你心痒难耐，蠢蠢欲动。其实日出究竟美不美，有多美取决于谁陪你看。只是漂亮姑娘虽然有着完美无瑕的侧脸、曼妙的长腿、白皙诱人的脚踝，却一句话也不说，让你不由得感到有些气馁。你觉得她今天可能真的有点生气了。我把花生粒放在你旁边了，你等下饿了的话，想吃就可以吃。你看了看林晓的眼睛，想着办法搭话。默的回应今天的日出好美啊，你也喜欢看吗？默的回应，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委屈了，似乎他都没有听自己讲话，就把自己当成了耳旁风一样。这种感觉有说不出口的难过。就算自己刚才强暴他，不也是因为太喜欢他了吗？觉得他这些年委屈，你能不能说一句话？不能。你眼睛一亮，虽然他只是简短的回应了不能2个字，但证明自己之前说的一切他一直都有听到。就一句你忽然又高兴地说，他又犹豫了一会儿。不可以，你就说一句话，就一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你就是天上最漂亮，地上也最漂亮的。你脸憋得涨红，本来想叫小小，但没敢叫出口，害怕火上浇油。叫林晓太直接了，显得生硬。但如果叫她姐姐又好奇怪啊。而且你觉得这样会让自己感到十分羞赧和难堪，绝对不可以。说完，林晓终于提起了兴趣。你简直想要泪奔，直呼苍天有眼。你决定了，以后在没有一点感情基础之前，再也不这样作死了。天上最漂亮，地上也最漂亮，后面是什么？他好奇地眨了眨眼睛。能不说吗？你踌躇了起来。随便你，那你会不会生气？不会真的。你忽然指了指自己的肩膀。那你以后生气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戳一下我的这里？这样像以前那样。你从沙滩上跳了起来，栩栩如生地给他示范了起来，自己表演戳自己。林晓望着在日出下显得很是明媚的少年，忽然笑了起来。他又想起来了什么？人老了就是不抗眼泪，那时候自己还是18岁的小姑娘，高兴的时候会在你面前蹦蹦跳跳，就和兄弟没什么两样；委屈的时候也会像小哭包一样，忍不住红着眼睛戳一戳你的肩膀。这时太阳终于完全的升上了天空中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潮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冲刷着林晓和你赤着的双脚。你们沿着沙滩上走，周围全都是熙攘攘的人。你觉得今天的林晓穿得特别好看，你眼睛仿佛着了魔，一直忍不住盯着她的全身看，又不能被她发现。有几次趁着阳光特别温暖的时候，你特别想告诉她，自己离开她10年不是有意的，自己一直都特喜欢她，喜欢过去的她，还要加上现在的她。可是心底又有一些害怕，好怕她不喜欢18岁的你，觉得自己太幼稚，好怕她只把自己当成弟弟，就是哪里都怕，怕她因此会拒绝自己。正午，你们回到酒店里，林晓说要去隔壁卫生间里洗澡，昨天晚上太黑了，没注意，没想到这酒店老板设计还挺有一套。浴室墙壁是纯色的玻璃，里面在做什么，外面看的不能说一清二楚，只能说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清楚。去洗澡吧，我在外面等你，保证不看一眼。你兴奋地说，不过很快你就悲催地收到了出去买泳衣和泳裤的跑腿任务。林晓说下午要去划艇、潜水之类的，所以要穿泳衣泳裤，不然衣服会被全部打湿。走之前你其实特别想说，能不能给他买比基尼，就是那种要把秀色可餐的小肚脐和漂亮的大长腿都露出来的比基尼，那样穿它一定会特别漂亮。不过你没打乱，之后隔壁卫生间传来了哗哗的水声。林晓在里面洗澡，沙滩边一个琳琅满目的酒店货架上有各种防晒霜，还有太阳镜和5颜6色的泳衣和泳裤。售卖大姐热情地招呼着，帅哥，这是护肤品，这是防晒霜，我都要。你想起那天晚上林晓为了找你从家里走得急，什么都没带出来。今天上午的时候，你悄悄给银行打了电话，问了一下老爹留给自己那张卡里到底还有多少钱。这几天一直都是林晓在刷卡，总花女孩的钱，你觉得有点怪怪的。虽然他超脱的就像根本不会把钱放在心上一样，你喜欢他，是那种18岁男孩对女孩的喜欢，一开始绝对没有想傍富婆的心。而便宜老爹虽然各种不着调，可老爹毕竟还是老爹，用他的钱至少心里有谱。其实林晓还是很照顾你感受的，我常都会半开玩笑的说，这次因为情况特殊，所有的消费就由我来承担吧，我等你回报我的一天呢。你总觉得林晓似乎知道了些什么，比如知道你是10年前来的，不然怎么说情况特殊？之前还总说自己是小孩子。上午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你，卡里还剩下大概19万7、8千的样子，看来老爹给自己留了20万。没想到老爹都变得那么有钱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。都要最好的。你补充最后，你正要犹豫到底得挑林晓哪款泳衣时，收到了他的信息，你可不敢怠慢了，连忙打开。林晓似乎刚刚洗完澡出来，懒洋洋地坐在酒店里的落地窗边上，给你随手拍了组外面几个一只肤白的小姐姐在海滩上的照片。配字阳光很好。你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，哭丧着脸。不会吧，他还记挂着昨天晚上你看其他比基尼小姐姐，然后痴痴的笑。可你笑也是因为满脑子在想她穿比基尼有多漂亮。你马上求生欲很强的打字，发出他们都没你漂亮，然后还加了一个流口水的表情，就是怎么感觉这个表情贼贱的。林晓很快的回复你，买了没有？正在买泳衣。那就买比基尼吧，看那些小姐姐穿出去多漂亮，我觉得自己穿出去
一定也蛮吸睛的。后面罕见加了一个表情狗头，你一愣，忽然间又不是特别想给她买比基尼了。你希望林晓穿得漂漂亮亮的，也希望别人觉得林晓很好看，可不愿意她这样穿出去。一开始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的，这种感觉好自私啊！为什么偏偏想要她？什么都是为了自己特别准备的。帅哥，这里都是比基尼，要什么尺寸？售货老板娘问。还有这个胸托的尺寸，有 APPDC 老板娘贴心的说，一定要买最适合女朋友的。你的脸顿时红了，仔细回忆起来了，以前经常抱女孩的时候，但那也是18岁的林晓，现在应该又长大了一点吧？这个问题也不好意思直接发信息，就这个你指了一下，算了算了，换这个不行，还是这个吧。你着急的一直摸下巴。靠海的酒店，林晓披着浴袍坐在落地窗旁，长酒桌放着用剩下的刮毛刀。他打开你买回来的袋子，用指尖勾起了里面的比基尼胸脯，挑了挑眉，忍不住偷笑了出来。还好你不在他面前，没被看见，故意凌乱。那么看好我吗？他没好气地说，勉强也能穿吧。你正在卫生间里嘘嘘，偷偷的往外面瞄，看起来他的心情还不错，因此你也不由得笑出声来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你们早上一起来，班级聊天群就已经炸锅了，比如潜水多年的张某某、李某某，各种某某都像嗅到了穴位的鲨鱼一样，纷纷浮出海面。群内消息前所未有的，99家群里都因为你已经闹得翻天地覆，甚至连外星人夺舍论、时空穿越论都出来了。然而某当事人正在海边愉快地和林晓一起玩泥巴，甚至还计划着下午去潜水。林晓接到了老同学戴小雨的电话，我也在这里和顾一林一起的，你来找我吧，我来找你也可以。真的是顾一林了，没骗你。还好了，他也还可以吧，你别担心我了。你和周宝玩的还开心吗？你趁着林晓打电话的时候，又有机会偷偷的欣赏一下她美妙的曲线了。林晓挂断了电话，你赶紧回头咳嗽了2声，然后装腔作势的面向大海，张开怀抱，似乎还在回味什么，美美的笑了出来。这海真美。林晓蹙眉，也看了看海。这个海都能美到你流鼻血了吗？